我知道大家应该看到我的头发怎么这样子的，这头发是有故事的。对，因为最近我们学校很忙，然后我的头发，因为学校最近在准备一个那个谢师宴，然后我们学生要做菜，我不小心我前面的刘海被烧到，所以干脆把它绑起来，希望不会影响我接下来所要讲的。好不好？我们再一次祷告，我们低头。主啊，是的天父，主啊，愿你在今天早晨，主啊，愿你的圣灵亲自进入到我们心里面，主啊，开启我们的心，来聆听你的话语，使我们来谦卑来学习。主啊，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名，阿门。阿门。在《使徒行传》第20章17节到24节，就是刚刚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呢，它可以说是保罗的遗言。什么意思？保罗的遗言，刚刚我们所读的，他说，他讲完了这段话之后，他就要去耶路撒冷。他去耶路撒冷，他不知道他会面对什么问题。他会面对什么困难、什么逼迫，他完全不知道，但他知道这是圣灵引导他去的。所以他在去之前呢，他就派人去找谁？找以弗所所有的长老们来到以利都。第18节到19节，这一段经文可以说是保罗侍奉主第一个榜样，就是忠心服侍。保罗请以弗所所有的长老们过来，然后开始诉说跟他们以前配搭的一些在教会所有的事情，然后就跟这些长老们说：你们都知道我的为人如何，你们都知道保罗的为人如何，以弗所的长老们全部都知道。所以保罗用忠心服侍主来形容他的为人。他忠心服侍主的第一个表现，就是凡事谦虚。刚刚所读的经文也有提到，他凡事谦虚，他不是只有在神面前凡事谦虚，他也在人的面前凡事谦虚。他自己知道，他在神面前知道说：主啊，我所做的事情不是依靠自己的才能，不是依靠自己的势力，而是依靠主的圣灵方能成事。这也是一段经文。所以他在神面前，他谦卑的说：主啊，我建立那么多的教会，我训练多了那么同工，这不是我做，而是神你亲自做的。他在神面前很谦虚的这样子说，他也在人的面前也很谦虚的说：我知道我对人是恭敬的、有礼貌的，我也尊重你们的意见，我也看重你们的意见，而且我也跟你们一起合作。这是他凡事谦虚的态度。第二个是他眼中的流泪，这是什么意思？眼中的流泪，这是一种爱的表现。保罗看待这一群以弗所的长老们，好像就像是一个作为父亲的心去看待自己的孩子们，就像我们的牧师，或是我们的辅导，或是一些我们的 leader， 他带我们就像孩子一样，他是用为父为母的心来带领我们。当孩子跌倒的时候，父母亲都会有所感受，不会说啊，你跌倒了啊，好，不会这么冷淡。所以在这里说到眼中流泪，这是保罗亲自自己说的，他眼中流泪，这是一种爱的表现。他说：我看你们是我的孩子们，我教导你们，你们成为一个长老，是教会的 leader。所以保罗他的眼泪，他眼中流泪是流着爱和关怀的眼泪。
这也是为什么他传道最大的原因，能够成功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对人的爱。第三个，保罗忠心服侍主的第三个表现，就是忍耐坚持。我们都知道，保罗一路上他不是都是顺利的哦，他遇到很多的困难。我们都知道，我们之前读的章节，我们也都知道，保罗他在路上，他可能被逼迫，他可能被辱骂，说他保罗你传的道根本就是异端嘛。所以很多的外邦人，甚至连犹太人都论断他，都批评他。如果是我们现在的人，我们都知道那个舌头很厉害，我们所说的话可以伤害一个人。最近不是个新闻吗？就是有一个那个什么大学生的妹，他因为网络上的言语，他自杀了。所以我们都可以知道，我们说出的每一句话都是可以使人跌倒的。但是保罗知道他所行的，他所做的是为了什么？他不是为了人。往往我们在教会的时候，我们好像能够完成他人所期待的，这是什么意思？搞不好我们的一些执事长老希望我们的搞不好我们的团契青年团契能够越来越好，这是他们所期待的。我们往往很在意别人的言语、别人的看法，但是我们却忘记了神，他所看待的是什么？一间教会可以很多人，可以做到100-200人、300人都可以，可以做到这么多人，这只是外表而已。重点是那个质，我们的里面的生命如何？这也是我之前在上礼拜青年团契的时候，我有跟年轻人分享。神看待的不是你的外表，而是看待你的内心，你的生命如何。你的生命是跟神是有很亲密的关系的时候，外在的言语再怎么攻击你，再怎么逼迫你，你还是站立得稳，因为你知道你所信的，你所依靠的是神，而不是因为人的言语，而不是因为人的一些期待，将这些好像装在自己身上一样。你不是为神而活，而是你是为人而活的。所以在这里，保罗他是很忍耐、很坚定的依靠神，即使他在路上有人在批评他，在论断他，甚至有要害他的，但他知道，我现在所行的、我所说的、我所做的，是为了上帝，是为了传神的道、传神的福音。所以保罗将那些话语，他当作耳边风，他没听到，他只专心听神的话。神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神要他说什么，保罗就说什么。所以，因为他知道，我们进入神的国，是必须会经历很多很多的苦难、艰难的事情。我们信的主不是都是顺利的，不是吗？我们信的主还是会遇到困难，还是会遇到逼迫。但是我们如何在这当中，靠着神的话语，靠着神，能够去面对这一切呢？我之前在我的母会，有一位长老，我把他当作是我的爷爷，然后他也把我当作是他的孩子。
这个长老他的太太因为有一次的开刀，结果导致他的下半身全部瘫痪。这个长老他没有埋怨神，但是他也知道他可能要花很多的时间去照顾他的太太。他上班，他照顾他的太太，他也来到教会服侍，因为他是长老，这是他的责任，是他的职分。这样持续了大概30年，甚至到40年，甚至到今天，他依然还是忠心的服侍主。他不会因为自己的太太这样子了，或是甚至因为他必须要靠着自己维持那经济生活的经济，但是他感谢神的是主啊，因为这样的事情让我更坚定，让我更对你是越忠心越服侍主。他不是因为长老的身份而去服侍，而是他知道我们的生命在于他。所以这长老他忠心服侍主，他是一个很谦卑的一个，对我来说是个爷爷，真的，他是一个很谦卑的爷爷，他也是非常爱我的人，他常常鼓励我。他的状况如何？他知道，但他常常用神的话语激励自己，也激励了我。那我们再看到第20节到第21节，这是保罗侍奉主的第2个榜样所当说的话。在20节，保罗这样说：“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在这一节当中，在众人面前的教导，就是指他在公共场合讲道；那在个人家里的教导，就是指说，他是在个别的家庭里面来牧养。意思就是说，这一节经文意思就是说，保罗对这些长老们说：“你们也知道，凡对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是隐瞒不说的。我在公众场合面前讲道，或在每一个人的家里，我都教导你们，你们也都知道。”他这里又提到了，你们也知道。保罗不管是对他的教会的每一个人，或者是他对外传福音的时候，不管是对那一群犹太人，或是外邦人、希利尼人，正道说：你们当向要悔改，要靠着主耶稣基督。在21节是这样说的，也就是说，保罗向这一群犹太人宣告说：你们要信靠耶稣基督。他也向那些外邦人说：你们要向神悔改，悔改归向神，这是对外邦人传的信息。而对犹太人的信息呢，这一群犹太人是认识神的人，你们要遵守律法，转向信靠耶稣基督。不管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信主耶稣基督的都要凭着信心，也都一样需要悔改。在马可福音第1章第15节这样说，耶稣说：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所以由此可以证明，保罗所传的道是
照着主耶稣基督所传的，他传信心，也传悔改的道。所以这就是保罗侍奉主的第二个榜样，就是说当说的话。我认识一个弟兄，他在教会他是执事，他在做执事的过程当中，很多人都觉得他好像是那个常常反对的人。什么意思？当执事在开会的时候，长老在开会的时候，全部的人都同意这件事情，但唯有独他总是在反对。可是他反对的理由，都是照着神的话语去做的、去行的。可能在我们教会当中，我们是否常常说当说的话，常常教导人，常常用神的话语去彼此激励、彼此帮助？我们可能知道，我们在教会当中可能会说到一些闲言闲语，常常听到很多教会因为一件施工，常常彼此争吵，甚至成为好像两边对立，甚至导致教会分裂。但我要说的是，如果教会变成了这样子的话，那有什么意义呢？还不如说，让我们所行的，让我们所做的，不是因为个人的意见，不是因为个人的强势，而是看见我们做这样的施工是为了彼此能够成长，而不是坚持自己的意见说，我就是要这样做，我就这样做。但是我相信神看待的是，这样的施工是期待我们所有教会的人都能一起成长，生命成长。我相信这是神所要看到的事。22节到24节，这是保罗侍奉主的第三个榜样，甘心舍命。他告诉以弗所的长老们，他必须要往耶路撒冷去，因为他的心是心生迫切的，是很迫切的。他也知道这是神引导他去的。而且我刚刚在前面也说到，他去耶路撒冷是不知道会面对什么样的问题，会面对怎样的逼迫，会面对怎样的困难，他不知道。他只知道是神圣灵引导他去，他就去。在罗马书第15章30节到30节到32节，其实在这里也有提到，保罗说，这种不知道未来的道路，他的心情，他是祈求罗马的基督徒们能够为他代祷，能够为他在那些前面不知道道路要面对任何的问题压力，能够为他代祷。保罗也是害怕的，保罗也是害怕的。我相信在我们当中，谁可以在不知明天会发生什么事，你很有信心的去往着前面的道路去行的？可能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们都会害怕，都会紧张，包括我自己也是一样。但是保罗是因着圣灵在他里面的感动，他没有消灭圣灵的感动，他往前，他去行，就算要舍了我的生命，我也甘愿。他甘心舍命，
他甘心去行那他不知道前面道路神要他做的事情，他不知道，但他就走一步就算一步。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在这里也说到，所以他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他看为宝贵，最重要的是，就是完成神给他的使命。那个使命就是去传福音。可能在我们当中有很多的要去大陆的，要去日本的，要去澳洲的，要去澎湖的，哇，我们这个暑假超忙，都要去国外传福音。其实上礼拜青少年聚会的时候，会问他们：你们期待你们去那边有什么期待吗？可能年轻人知道，他们有很多的期待，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们去了是为了什么？不是为了自己的期待，而是为了神，为了知道我们去那边不是玩哦，也不是去那边感觉好像就是去那边旅游，而是知道我们去那边是要面对一大群的小朋友，对，将福音传给他们。在我母会，我也认识一个长老，她是一个女长老，她的孩子呢，有3个孩子，她这3个孩子全部都是男生。这3个孩子都学坏，在国中的时候都学坏，加入了帮派。他加入了帮派，每天就是过着那些打打杀杀的生活。有一次，这个长老他发现他自己家里面有一把枪，你就能知道他们的孩子在这个帮派里面混得多凶了，真的很凶，不是只有一把枪，还有开3刀之类的。他不知道他的孩子是这个样子，他不知道，因为他的孩子几乎都在外面，很晚才回家。有一次他跑到我们家里来，就为着他的孩子祷告，因为他的孩子不是只有过着打打杀杀的生活，甚至还有吸毒，还有卖毒。他看见自己的孩子是这个样子，他作为一个长老，却没有看顾自己的家庭。很奇妙的是，当他将福音慢慢传给他的孩子们的时候，奇妙的事情都发生了。这是经过1年的时候，持续大概1年之后，他的老大，这长老的老大，就有一天回来，全身都是血。他就跟妈妈说：“妈，救我！我不想再带下去了。”一个妈妈看见自己的孩子是这样的堕落，是过了这样的生活，作为父母亲的身是如何感受？他就为孩子祷告，为他的老大来祷告，希望他能够悔改，希望他能够再次回到教会。甚至能够期待他能够退出帮派，但是要退出帮派是不太可能的，是要必须要付出代价的。所以有好几次帮派的人都来找他，到家里就来找他，他妈妈总是在他儿子前面挡住。
他为他自己的孩子可以献上生命，他期待自己的孩子能够悔改，能够信主。所以这样子持续了1年，他的孩子改变了，他的大儿子改变。所以他有次在见证的时候，他感谢他的母亲，将他的福音传给他。即使他在小的时候来到教会，但是他看见他的母亲愿意为他做那些可能会有生命危险的事情，但他母亲却愿意舍弃他的生命，能够看见自己的孩子能够悔改。所以当他老大悔改的时候，他的母亲是多么开心的一件事情。他看见自己的孩子大儿子哇，是多么是不一样的人了，是一个新造的人。当他的大儿子改变的时候，他的二儿子，他的小儿子，也因为老大的改变，他们也都改变。这母亲，这长老持守将福音传给他自己的家人的时候，他是不顾一切代价的。相信在我们身边也有很多，不管是家人或是亲人，很多还没有信主。但是如果我们是像保罗是甘心舍命将福音传给他们的时候，我相信神会看见我们的作为是愿意献上自己的生命，神会有所在那个氛围当中，会慢慢的去扭转，甚至改变。可能不是很快的，但神是愿意慢慢的。所以渴望我们能够学像保罗学习的侍奉的榜样，还有忠心服侍。他说了那些当说的话，他用神的话语去教导，他也甘心舍命，他甘心为了这个福音，他甘心为了神，他愿意付上他生命的代价。那个生命的代价是多么的有价值，生命没了，那个人就没了，不是吗？生命是我们人一生最重要的。当我们人的气息、生命没有了，我们要做什么、要说什么都没有意义了。最后，我要分享一个从小看我长大的一个牧师，他是原住民的牧师，他的名字叫做阿拜牧师，是原住民的名字。这个牧师呢，是从我国小甚至到高中的时候，他都一直在我旁边，一直教导我。有一次我去他的教会，他的教会比我们教会还要小，10到20人。这位牧师在这间教会，他服侍了30年，甚至到现在还是在这间教会服侍。我看见这位牧师，他忠心服侍主，他不管他的会友有多少人，他还是持守在那里，传道、教导，说当说的话，将神的话语牧养他们。这位牧师也甘心乐意一生委身这间教会。虽然只有10个人到20个人，他们那群人一样是神的羊群。这群人是神赐给我们的，我们有责任去牧养，我们有责任去教导，
甚至我们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去带领这群羊群。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有时候看见我们自己的牧者，好像单拼，好像就是一个人好像要承担所有教会的事工。教会的事工不是只有牧师，不是只有师母和几位的同工来做而已。教会的事工是由我们所有弟兄姐妹一起做的。我们知道我们个人所做的是有限的，但我们不要认为自己好像没有什么恩赐，我们就没有办法来服侍神。不是，我们服侍不是因为我们有没有恩赐才服侍神，而是我们有没有尽我们全能的全力去来服侍他。我们不是因为有没有恩赐才服侍神，而是因为我们有没有尽我们所能的去服侍。哪怕今天只是扫地而已，你只会扫地，那又如何？因为神看见了你在扫地，众天使天军都为你拍掌，都为你欢呼。今天我从小看我长大这牧师，他在这样服侍当中，他到现在他也是忠心在服侍。我相信上帝看见一个忠心的人，忠心服侍，神都要为我们来鼓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也学习保罗服侍的榜样，忠心服侍，所当说的话，甘心愿意为主来做。当我们愿意尽我们所能去做的时候，我们教会的所有一切的事工会有果效的。当我们愿意去学习保罗服侍的榜样时，我相信我们所做的一切事都会有所果效。我们忠心，我们侍奉的榜样，忠心服侍，当说的话，甘心为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主啊，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忠心为主而做的。主啊，我们不看我们自己有没有恩赐，而是乃是看我们自己有什么能够为你做，我们尽全能全力而去做。主啊，天父，使我们弟兄姐妹们，也使孩子自己能够学像保罗，能够侍奉忠心，常常用主的话语来教导，来彼此激励，来彼此